上草看蛋，不服气干，我是推推手蜜幻。由于严重破坏了其他玩家的游戏体验我遭到了多重封印，跳、蹲、趴，甚至是换弹、开镜、探头都不能用而封印了我的人都在这架飞机上，我偷偷的混入其中只要每击败2个人就能解锁一个封印，解开一个按键虽然很中二，但是我想大家应该都听懂了吧？就是开局只能用1个开火键，每击败2个人解锁1个按键，欢乐时光就要开始了。蜜幻可是一种报复性很强的动物据说贝野都被我的同胞追了好几条街最后还是被一个其貌不扬的中国男人大喊了一声“我看你是要中暑了”，才把他给劝退。我来了。糟糕，这上面好像没枪拿个腰包要赶紧下去抢装备了。我这降落伞还在下面有人，完了。蜜幻准备躲过一波，对我说的就是你完了。Nice。2个，你们说先解锁什么好呢？左前方还有人，看他过来不过来。怎么这么羞涩呢？算了，看来我不主动一点，我们不会有故事的。还真是一位小姐姐先解锁换弹吧。本来我想要是不能换弹，还要把枪丢在地上再捡起来，让它自动换弹。4个了，又解锁了新技能，那就解锁探头吧。1键2功能，美滋滋。还有跳、趴、蹲不能用。之后由于动手太快，解决了几个敌人我都没分清是人是鸡，那就一律按机器人算吧。而机器人是没有封印能力的，所以不算。我沿山而下，一路来到训练基地继续巡敌。可惜这里的人都一个个方方正正的躺在地上，毫无斗志，属实怠惰于是我沿着进圈的白线一路来到派南，这里的气氛就好多了。那如何进派南呢？我给你们推荐一条路线，就是从桥头的这边向南走，因为前面有不断的树给你做掩体，在枝繁叶茂的遮挡下，防区的敌人也很难看见你等他真的看见你了，其实你已经到围墙边了。前方还有人，不止一队前方有车，附近的防区是重点观察对象这里地形复杂，需要格外谨慎接下来就是近战了，背景换成红点，以房子为掩体，慢慢摸过去。有人下水了，正在趟水。敌人很聪明紧贴着桥墩，让我无法攻击。趁我换弹又成功进房，手里也没雷有些尴尬了。他出来了 ，nice。再来一个，我的老寒腿就能治好了，就能大跳了。那边楼上要下来一个，我前面房顶还有人果然伏防魔出现了，比伏地魔更可怕，射击角度更好，还很难打到可惜我现在的腿还不能蹲，这个角度应该是打不到他了，这就很尴尬了。听声音，另一个也来了，快躲避！很显然，伏防魔也是分等级的，他要换弹，趁机补了。他队友的等级显然比他高，后面还有传声，这边还有人。进屋躲避，可惜传错过了，就交给楼上的维克托了。一般敢拿这把枪的人都是有2把刷子的，先把屁股后面的解决了，才能放心与他 solo。后面还有人，大概是忍不了电网的电疗，直接选择了最短路线进圈，趟水过河。那我们还是把它变成木头吧，这样就不导电了。但是他在水里是木头，好像又导电。不管了，先变了再说。这下又解锁了2个按键，跳和蹲。封印仅剩1点了，我们马上就能变回大魔王了。楼上的防魔看来还健在也是趁着这次机会捞了不少鱼而且还在等我。有时男人之间的默契就是这么简单。他果然还在我的头顶来一口。现在要做的就是找个合适的角度干掉他了。伏防魔也不是完美的，他早晚也要下来，马是前提了吧？略微补给一波，我们也该走了。现在主要就剩趴下和单纯的开镜技能没解锁了，但是这2个并不重要我一路奔跑来到安全区边缘，敌人由于不知道哪个才是隐藏在他们之中的我，于是不停的自相残杀到现在也没剩几个人了。毒圈刷新还是老规矩，先看圈怎么刷，我们再走。而且我前面还有辆车一般来说应该不会人为的把车开在这儿吧？安全区刷新恰好有一处防区，没时间解释快上车。虽然这里有一辆快递车但是这里却没有人，看来我来的够早说到早，就让我想起了小学时我的一个同学班里有个他喜欢的小女孩，那个小女孩呢正好还是我的同桌。但这种事让其他小孩知道肯定爱起哄所以他为了给他喜欢的小女孩抽屉里偷偷藏吃的，每天都会去的特别早。那个女孩也是个吃货，吃完就会红着脸对我的同学结结巴巴地说别放了。暂停一下，山上有人打岔呢，这里讲故事呢，不懂事在山上瞅我呢，你瞅啥？山上可能还有人趁敌人出现之前我快点讲。我的男同学呢，越是看女孩这个样就越来越起劲
但最后那个女孩还是跟另一个男孩好上了。这时候就要有人问了，这是为什么？因为兴许他送个棒棒糖、巧克力什么的也就成了，他天天给人女孩子抽屉里塞辣条，还他妈漏油，而家女孩整天辣得满脸通红啊，嘶哈嘶哈的，说话都说不利索，还越买越辣。人姑娘分给我吃了一次啊，辣得我屁股都疼了好几天，她还天天塞啊。我跟你说啊，上辈子没愁做不出这种事儿啊。哎，来看人了，来看人了。这走位我服了，一个个都是大神啊，省得这场梦多，直接冲了。拿你个头吧，以示敬意。最后这种时候了，再破的3级头也不比2级的差，毕竟能挡下一发狙。安全区穿到了前面，后面也不会有人了。这座房子视野受限，因此我们要快点转移到前面去。注意观察两侧，坡上有人。哇！快速奔跑一发爆头啊，这也是个神枪手啊！这届敌人都有点东西啊。他一个狙击手这么嚣张，那剩下的3人估计应该是一队了。赶紧治疗，门被打破了，这样不好啊！下局的人还要用呢，工作人员修起来多麻烦啊！开始观察，不要靠门太近啊，不然会加大自己的侧面暴露面积啊。他下来了，但是敌人位置不明，再来一发狙，我指定要变木。我好像突然知道了修门的木材是哪来的了。每局的盒子下局都不见了，坏了的门都会被修好，你们懂的。细思恐极啊！敌人很嚣张啊，但是我还需要格外谨慎。另外2名敌人的位置估计在右侧，但也不确定，这让我有点畏手畏脚啊。如果他的位置够侧，即使我在这个位置啊，也并不安全。就像这样，看到了，现在是个将他撂倒的好机会啊！但我决定还是稳健一下，先打药。敌人貌似要冲锋了，先换倍镜，居然一不小心点到了消息啊，让我错失了一次击倒的机会。敌人到了侧面，在这小房间并不适合与多人作战。来了，靠门框把人分割开，一个，第2个，在山上躲避，换镜，接下来又是堂堂正正的1v1了。完蛋，打空了，还好是我的枪，更快乐一点啊！有惊无险，任务顺利完成。但封印貌似还剩一点没有解除啊，这时候就需要大家用关注的力量帮帮我啊！感激不尽啊！我是迷幻，我们下期再见。